女狱长每天都要给囚犯们送餐，但从未见到过他们的样子。只因这所监狱关押的都是高精神力顶级大佬，却精神崩溃严重，退化成了毛茸茸、白狮少将、绝美极乐鸟、黑豹大皇子、毛茸茸兔森，还有九尾红狐海盗首领，每个都是把人不眨眼的怪物。偏偏对他搔首弄姿，疯狂求贴贴。他叫江兰，意外穿成书中铃声谕职的炮灰废词。为了活命，他跑到偏远星当起了监狱长。怎料上班第一天，白狮少将就精神崩溃发作，一双眼充斥着猩红色，身子不知疲倦地撞着牢门。防护门的蓝色光频在透明和实体中变换，白狮绒毛很快被染红。极乐鸟木堂风红着眼眶，挪开了眼睛不忍再看。曾经的贺寒石一人单挑上千虫族，拯救上万难民的同时一战成名，不仅是心系众多雌性的偶像，也一直是他最敬仰的战神。可从帝国送他们来这里的那天起，他们就明白自己早被放弃了。贺寒石的撞击越来越微弱，或许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就在众人陷入悲伤时，江兰正在熟悉监狱长手册，可密密麻麻的文字就像催眠符号，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一朵巴掌大小的青绿色蘑菇从他头顶冒出，他摆动了两下身子，然后灵活地从江兰头顶跳下，又畅通无阻地穿门而过，一蹦一跳地跳到了白狮的脑袋上，紧接着钻了进去。十几秒后，蘑菇又钻了出来，看起来似乎长大了不少，而且颜色也变成了红。他身子像醉酒般地晃了晃，点点绿色荧光从他身上冒出，又一点点融入白狮身体。神奇的是，白狮原本因发狂变红的双眼，竟慢慢恢复了清明。或许是失血200斤，贺寒石只觉得头晕脑胀，眨眼间整个庞大的身躯砸在了地上，蘑菇一下子被甩飞了好几米远。他在地上翻滚了一下身子，晕乎乎地甩了甩蘑菇头，又深藏功与名，快速地穿墙溜了。白狮倒地的声音在空旷的监牢内炸开，兔孙吓得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，他爪子捂住双眼。木堂风，贺寒石怎么样了？他不敢去看，但贺寒石这次发作直接丧失了理性，几乎可以预料到悲剧发生。只有黑豹与九尾红狐还算冷静，他们三个看1号监牢的视野都不清晰，只有极乐鸟木堂风在对面看得最清楚。他们竖着耳朵，默默关注着贺寒石的情况，看着一片红色阴影划过，白狮整个背部几乎被红色浸染，木堂风的心跟着揪了起来。贺少将，你听得到吗？他心急如焚地叫了几声，始终都没有得到回应。尤其是看到1号牢房的机器人管家竟然怕得缩在角落变成了一个球，他愤怒地大喊：1号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点给贺少将疗伤！这里的机器人管家都以监狱号命名，并且身兼多项功能。1号收到命令，这才怂兮兮地滚到白狮身边，轻轻撞了撞，确定白狮真的不能动弹，精神力也暂时回归平静状态后，他才放心恢复原形，用机械手臂将大白狮送到房间的疗养舱内。1号，贺少将还活着吗？木堂风喉咙艰涩地吐出这几个字，第一次见到贺寒石这么狼狈，他甚至都不敢听回答。1号眼眸闪烁了一下，冰冷机械的嗓音也带上了几分人性化的欣慰。少将主要是体表向伤势严重，还活着。闻言，监牢内的几人总算松了口气。可要是这样发展下去，死也是迟早的事。木堂风想到这里，心情又低落了下来。看着1号开始打扫牢房，他按下了门口一侧的红色按铃。毫无人性的监狱办公室内，江兰睡得正香，突然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，他顿时弹了起来。请监狱长注意，2号监牢按铃急注，请在5分钟内到达。江兰顿时清醒。监牢很大，好在办公室离关押深处不算很远。他按时来到监狱所深处，瞧见1号牢房内的血色，1号管家机器人正兼职修复工作。他吓了一跳，都发生了什么？顾不得2号牢房的急注铃，他探头往1号监狱内看去，并没有看到白狮的身影。天啊，不会我才入职第1天就有人越狱了吧？牢房门外就有监狱长开门验证所，可他还记得管理手册和前任监狱长说的话：千万不要打开监狱牢门，因为对方不仅可能会强行脱逃，精神力崩溃，也会突然疯狂伤人。他很爱惜自己的小命，确定了防护门完好无缺，他走向2号牢房。这位大人，你有什么事？目光看向牢房内时，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艳呆愣，没想到木堂风还能化成人形。极乐鸟的兽形颜值就很爆表，变成人后，男人的五官更是每一处都很精致，他一副花痴的样子。木堂风很不爽，哼，你去打开1号房间的牢门，进去帮1号机器人管家打扫。他命令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嫌弃，江兰差点气笑了。光看1号房间的现状，很可能是精神力发作。如果我真傻不拉几的打开牢门，那就是找死。但毕竟是上任第1天，他继续保持礼貌的职业微笑。不好意思，穆大人，我们一般不允许打开牢门。木堂风其实也明白，帝国就是想让他们在这里等死。可想起贺寒石精神崩溃发作的模样，他就忍不住迁怒眼前的雌性。啪嗒一声，一个餐盒从窗口扔了出去，饭菜落了一地。那监牢外的餐盒让你打扫，不过分吧？江兰很气，但他脑海突然冒出朋友小猫将水杯从桌上推下去的可爱样子。他对视木堂风得意的笑，心里的气莫名其妙散了许多。人对毛茸茸总归包容一些，更何况他还是个超级毛绒控，否则也不会选择来这里。他收了收笑容。好的，大人。他说完就离开了。木堂风见状，笑声越来越大，江夏忍不住感慨：厉害啊，木堂风，你刚才那么做，我都想打你了。这女人居然还笑得出来。呵呵，你个矮脚兽，还想打我？先从房里出来再说吧。
木堂风，你有本事飞过来，我们一起决斗！木堂风嗤笑没再搭理他，化形时间维持不长，这会儿又变成了兽形。一想那雌性马上就要过来打扫卫生，他心情就好了一些，甚至搬来椅子坐在门口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没等多久，江兰回来了，却带了个机器人。木堂风脸色一下变得铁青。雌性，你居然敢欺骗我！我是让你打扫，你怎么带了个机器人？可是我带来的机器人呀，他打扫不就是我打扫吗？江兰无辜地眨了眨眼，木堂风咬牙从椅子上站起，气得爪子都在地上做出残影，两边宽大的翅膀在监牢里都扇出了风。作为帝国4大世家之一，木家的唯一继承人，木堂风以前在帝国虽称不上呼风唤雨的存在，但从来没有不睁眼的敢惹他，更别说这样钻漏子。就连之前的监狱长对他捡地上扔掉的饭吃的命令，他们也不敢反驳一句。可眼前这个雌性看起来娇小一团，却偏偏胆大包天。隔壁江夏的越笑越大声，木堂风气的精神力崩溃都隐隐发作，头痛心脏痛，说不过江兰，只能瞪着已经将地面打扫干净的机器人。没想到这么不经斗，还是别刺激他了吧。他叹了一声，从机器人手里拿抹布擦了2下地面，就带着机器人离开。木堂风看到这一幕，冷哼一声，头和心口的痛倒是减少了。虽然那个雌性装模作样弄2下，至少也是自己打扫，他面子还在。有意思。江夏翻了一个白眼。说完，他按了一下房间脊柱铃。刚才你玩过了，我也要玩。江兰刚坐下又站了起来，这次是4号亮灯。这些大人确实挺能折腾的。不过他也不怕，为防万一还带上了机器人，来到了4号牢房。里面的兔孙正坐在晶莹剔透的宝座上，看起来很是精致，可在江兰眼中像极了小孩装大人，萌呆了。他好想上去撸2把。江夏自然能感受到雌性的视线，只是和其他雌性的视线有点不一样，似乎眼底多了些奇怪的喜爱，既不狂热又不花痴，说不上来哪里怪怪的。不过我对这个雌性倒是没那么讨厌。在监牢里生活很无聊，所以斗监狱长成了他们的乐趣。他收回思绪，让4号机器人把餐盒送出去。江兰接过来一看，吃得干干净净，1粒米都不剩，怪不得看着肉乎乎的，真的把自己养得很好。他眼底带着笑意，真棒，都吃干净了呢，像极了老母亲夸宝宝似的。江夏原本还想作妖，闻言毛茸茸的圆脸瞬间热了起来。好特别，这还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雌性。身下的尾巴轻轻摆动，看起来更加萌了。江兰站着欣赏了一下毛茸茸，只能看不能撸的感觉并不舒服。她索性顺便去收了3号5号的饭盒。夜明漆黑的爆脸看不出太多情绪，盐祸水的狐狸嘴角似乎翘了一下，还对着江兰放了一个电眼，大概是单身久了，看一只狐狸都觉得眉清目秀。江兰有些目眩神迷，连忙甩了甩头。身后江夏见状气呼呼哼了一声，这雌性也太见异4天了，刚还对我笑，这会儿又对其他兽人笑。他冲过去拍门，成功把江兰引过来。江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要再来1碗饭，不要饭只要肉，我要10分钟内吃到，迟到1分钟，我天天按铃吵你。江兰听后决定收起不久前对江夏无害的评价，为了不超时，他立刻点头离开，赶到食堂装肉。这一路紧赶慢赶，他顺利卡在10分钟拿了1份肉来，给他累成了狗，小脸都多了几抹粉红，看得江夏尾巴都不自觉摆动了几下。算你厉害！他别扭的让机器人去拿餐盒，但是并没有动作，而是开口：我按江大人的要求完成了，既然有惩罚，自然也得有奖励。我这次按时送到了，那你要承诺今天不要再按脊柱铃。他刚跑了一会儿，现在气息仍旧没顺下来，嗓音听起来更加绵软，哪怕他面上很有气势，也把江夏迷得不要不要的，连他说啥都没听清，只是迷迷糊糊点了点头。等机器人把饭拿进来后，他才后知后觉自己答应了什么。可恶的雌性，精神体一定也是狐狸。不然他怎么会头晕脑胀答应这种事？监狱长说的好听，但实际也是伺候他们的奴仆，凭什么要听他的条件？可雄性向来言出必行，自然也不好再反悔。江夏气呼呼地咬了一大块肉，毛发又沾了一脸油，想到雌性还在门口，又默默背过身去，吃相也难得斯文了不少。看着背后更圆润的身子，江兰只觉得手又痒了。想到1号房间异状，他走到看起来态度最好的狐狸牢门前，打听贺寒石的状况，得知贺寒石被机器人送进了疗养舱。他很庆幸没有听那只鸟的开门进去打扫，精神力发作把房间破坏成那样，他进去说不定小命不保。但想起贺寒石在星网上的那些英雄事迹，又觉得有些遗憾可惜。他对红狐狸说了一声谢谢，便转身离开。盐祸水觉得这个新来的狱长还挺有意思。木堂风，你和江夏还是不要那么快把人做走了。狐狸兽人自带魅惑技能，他们发动时能让人进入失神状态，彻底沦为木偶人，任凭他们调遣。江夏带着一脸的油，恶狠狠地瞪着盐祸水：“你管好你自己，别什么狐狸招式都对着人家雌性用起来。”盐祸水确实对那雌性用了，但对方不过几秒时间就清醒，简直出乎他的意料。就连武力高强的贺寒石，当初都花费了10几秒时间才挣脱。想到此，他笑声更加肆意，低声喃语：“确实有意思。”接下来的几小时，脊柱灵都没再想过，午餐的时间就要到了。江兰提前去厨房看了看，厨房机器人有条不紊的工作，每一道程序都
都严格把控，餐品卫生很好，只不过味道还是太单调，而且都是清一色炖煮肉，调料除了盐什么都没有。虽然都很昂贵，但味道实在不怎么好。他在厨房里找了找，保鲜仓库内什么调料蔬菜都有。他眼前一亮，开心的拿了一些出来，决定做个青椒炒咕咕瘦，再用药材熬个嘎嘎滋补瘦汤，最后放上几个红枣，味道香甜浓郁，很不错。装了2个饭盒，一份自己的，一份给贺寒食。他这边弄完，机器人们也打包好了几位大人的餐盒。江兰满意的将饭盒放进空间囊里，按时给几位大人送饭。这个世界疗养舱治愈很厉害，仅仅2-3小时，贺寒食完好无损的出现在监狱里。可江兰还是眼尖的发现，白尸前爪上的毛细梳了不少，甚至还能看到里面透着粉色的肉。好在是活了下来。贺大人还好吧？听到这样的称呼，贺寒食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大家都叫他少将，连之前的监狱长也是如此。可他已经不是战场的那个少将了。他眸子落在江兰身上，冰蓝色的眼眸像辽阔的大海，哪怕不久前差点死掉，眼神里也没有任何自怨自艾。谢谢监狱长关心，现在没事了。那就好。然后将2个饭盒拿出来，一个机器人打包的，一个是自己做的。我想着你刚受伤，所以给你做了一些比较营养的汤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食堂的饭菜也一并送来了。贺寒食眼底多了几分讶异，他认真打量着江兰，那双眼很干净，透露出切切实实的真诚。他双眸愈发柔和。谢谢，很香，是从未在监狱里见过的别样菜式，我很喜欢。他的嗓音让人如沐春风，莫名的，江兰不禁红了脸。对面被无视的穆唐风气死了，用翅膀大力拍门，还说，是想饿死我们吗？江兰这才回过神来，转身快速把饭放到窗口，下一秒又移到了下一个房间。看到穆唐风打开饭盒时，贺寒食视线不自觉落了过去，看到他正气的拍碗，一共又是这种破菜时，默默敛下眼皮。原来只有我有。当然，整个监狱里就贺寒食不像其他几人，像大爷似的难伺候。江兰也不会自讨没趣，给大人们送完午饭后，他开始在办公室里吃饭。现代的他自小很独立，早早脱离了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，所以厨艺并不差。他尝了一口，总算活了过来。好吃的东西都拥有治愈人心的能力，他很快就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还想来点饭后甜食，想到就去做。将原料放到机器人食材篮里，调整好各项参数，仅5分钟时间，他就拿到了高温烘烤的草莓奶油小蛋糕。我的天哪，机器人做的也太好吃了！他给自己留了几个，又给几位大人一人送了一个。看到贺寒食吃得干干净净的2个饭盒，他有种被认可的高兴。或许是吃饱喝足，大狮子正闭眼慵懒地趴在床上，听到江兰的脚步声才睁开了眼。监狱长，你来了。江兰回以一笑，给你们送点饭后甜点吃，可以尝尝，好吃的话下次还可以给你们准备。听到你们2字，贺寒食明白自己不是唯一了，却没有不开心的意思，反而很感谢江兰能挂念他们，让机器人管家拿来蛋糕。他粉红鼻尖轻嗅着，小蛋糕在庞大的兽形面前，好像都不够塞牙缝的，好像小了点儿。江兰不好意思地转移话题，对了，我叫江兰，以后叫我名字就行。监狱长的称呼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。好。白狮低头耷拉着发热的耳朵。江兰收了饭盒，转身去了2号。这一次穆唐风吃的也很干净，看到江兰冷哼一声，显然还在计较上午的事。江兰才不会惯着他，放下蛋糕客套说了一句饭后甜点就走了。我都吃干净饭了，为什么夸那个矮脚兽不夸我？他气得又邦邦敲响防护门。江兰后退回去。怎么了？穆唐风语气不满。就一个，不想吃就算了。穆唐风生怕他把蛋糕拿走，变成人形，立刻把蛋糕放进了嘴里。谁说我不想吃？然后得意洋洋地看着他，幼稚。而穆唐风吃着嘴里的甜食，默默计算刚才2人对话的次数，勉强心气顺畅一些。果然折腾的还是穆唐风和江夏。夜明黑豹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道了一声谢，又让机器人接过蛋糕，隐匿在黑暗之中。江兰余光看了一眼3号牢房，越往里越黑。夜明也只闻其声不见其影，他收回视线到了江夏那。江夏经过上午仪式后安分了不少，这次接过小蛋糕后，好奇地舔了一口，又忍不住看着他，下次还有吗？他刚出生时比较体弱，一直是江家娇生惯养的少爷，却拥有2S 的超高精神力。可那场虫族歼灭行动，当时穆唐风、贺寒食、叶明、盐祸水都在，成了他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。江夏收回思绪，有一口没一口轻舔着蛋糕，眼睛却还是眼巴巴地望着江兰。他听着江夏的声音，想着不过还是个少年，却被困在了一方天地中，等待着死亡来临，心莫名软和了下来。他忍不住又拿出一个小蛋糕，反正他在外面想吃什么随时可以做，到底不能厚此薄彼太明显。后续每人都分到了2个。盐祸水不太喜欢吃甜食，看到江兰拿出来时还有点不舍得的样子，只觉得有些好笑又可爱。给我1个就行，我甜食吃的少。好的。江兰高兴的又收回来1个。那我下次做其他不太甜腻的甜食给你尝。
谢谢，江兰，我直接叫你名字可以吗？盐祸水的声音听得人心痒痒，眼睛更是好看的像有光波流转。但江兰很快就回过神，几次下来已经勉强有了免疫。而听到盐祸水和江兰的对话后，贺涵也没有动那1个多的小蛋糕。等江兰经过时，他别扭地叫住江兰：“今天你做的午餐很好吃，我饭也吃饱了，这个小蛋糕吃不下，别浪费，你拿走吧。”穆唐风听得心里嘀咕：贺少将什么时候食量这么小了？不过基于偶像光环，他什么也没说，甚至在江兰看过来时，迅速将那1个小蛋糕塞进了嘴里。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脸又霎时红了。我居然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！察觉到江兰无语好笑的视线，他干脆变回了原形，若无其事地给自己梳理羽毛。但不得不说，极乐鸟真的很美。江兰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欣赏完毛茸茸，他心情很好地离开了此处。每天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8点。虽然这份长官的工作全年无休，但工资真的高得离谱啊！待遇这么好，真不知道之前的10几个前任到底为啥要连夜提桶跑路。看着一些男人在电视内扯头花争宠，我靠，太精彩了！这层说不出去的竞争手段，死得再想些。看累了就睡，却不知监狱内各房机器人慢慢附上冰层，这是江夏的天赋技能，能暂时屏蔽外界，只有精神力高的兽人才会拥有。每当这时，就代表接下来要说大事了。叶明已经让部下查过，江兰是个孤儿，背后不属于任何人。这次来黑明星，是他主动申请工作，机缘巧合调节而来。帝国的工作申请有个特殊机制，雌性优先。不过他精神力 F 生育值0，当前情况来看，并不具备任何风险。居然是个废雌，但这雌性也并不简单，它能抵抗我狐族的天赋技能。也许大皇子你看到的信息也是有心人编造。盐祸水，你不要脸，居然对人家雌性用这种技能！听江夏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盐祸水轻笑。这才不过1天，江夏你不会被他收买了吧？你当我傻吗？我就是看不惯你这样勾引雌性。眼见着两人隔着防护门就差要打架了，贺涵石心情不爽的喝止：够了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既然暂时还无法确定江兰的具体身份，大家这段喜日也不要再刻意刁难他。以往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那是因为原来的监狱掌门是帝国派来监视他们的工具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江兰也许是无辜的。而对于贺涵石的话，其他几人也没再有什么意见，就这样相安无事的度过了一段时日。黑明星上降落了一辆跃迁飞船，迎来了江兰上任后的第1个访客。江兰好奇往大门口走去，远远就看到个年轻男子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很有绅士风范。男人自我介绍名叫李约，是有事来找叶明殿下的。此刻江兰才知道，原来那只神秘的大黑豹竟然是帝国大皇子，但监狱长不能随便放人进去。他在通讯器输入03编号，得到了黑豹的同意，这才将李约送到了监牢，还有眼力见的给他们留私人空间。他走后，叶明让江夏使用了冰封天赋技能，李约这才从大衣内掏出一小瓶药剂。这是这次艾博士研究出来的成果，有机会能够降低10点精神力崩溃值。叶明作为帝国大皇子，因为自己精神力很高，早些年便偷偷成立了一个研究组，专门研究精神力崩溃。艾博士就是其中首席教授，李约是他安排一直负责的下属。真的吗？如果这种研究真的能达到这种成效，那是不是代表贺少将也有救了？大家也有救了？我不敢保证100%，凡事有一定风险。虽然艾博士说风险只有20%，但也有导致精神崩溃更严重的副作用。给我吧，与其等死，不如主动出击，也许赌一赌会有转机。见他将药剂咬在嘴边，其他几人都劝慎重，争着抢着要吃药。叶明眼底划过一抹暖流，他知道大家是在帮自己，但这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。既然艾博士让李约前来，这药剂肯定短期不能制作出来的，那这个喝药的人肯定不能是贺涵石。万一精神力崩溃发作，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生命虽说只剩下1年了，这1年兴许不够艾博士研究药物，不如自己搏个生机。有效果就皆大欢喜。如果没有效果，那精神力比他低的3人也有时间等待艾博士继续研制。想到此，叶明一口喝了下去，药刚入口，还没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异样。因为不想让下属看见自己狼狈的样子，他赶走了想留下来的李约。可没过多久，叶明身体就有点发热，紧接着一声闷哼在安静的监狱内响起：“大皇子，你怎么了？”与他面对面的江夏最先听到。穆唐风一脸紧张：“怎么了？有效果了吗？”可根据经验，贺涵石觉得这声音不太像。盐祸水轻声低语，怕是精神力崩溃发作了。他们没想到20%的概率都让叶明撞上了，又或许一博士的预测有误也不一定。3号监牢内，只听叶明的痛苦呻吟逐渐清晰，接着黑暗的房间里响起接二连三的坍塌声、碎片声、碰撞摔响层出不穷，几乎与上次贺涵石发作场面一样。黑豹开始大力撞击防护门，试图通过自残得到片刻的快慰。大皇子，大皇子，你醒醒啊！江夏试图唤醒他，但都明白失了理智的野兽是唤不醒的。另一边，江兰正在送李约
约离开，还从李约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大皇子的事迹，比如年仅17岁就带兵杀到人贩子老巢，解救了200多个被拐卖的雌性，目送李约上了新剑。原来不止贺寒石，叶明也很厉害。也许其他人都做过很多不一般的贡献，可目前来看，除了穆唐风，其他几人几乎都是必死的结局。唉，不能再想了，感觉都要长脑子了。唉，与其纠结这个，不如先想想晚饭吃什么。角落里被摔在草堆里的绿色蘑菇晕乎乎地从地上站起，然后循着味道朝着监狱深处跳去。监狱内，黑豹喉咙一出痛苦疯狂的嘶吼声，重重砸在每一个人心上。3号，命令你现在立刻采用非法手段砸晕殿下。怎料3号管家机器人闻言，依旧是个球形状态，依旧怂怂地缩在角落，还熄灭了机械眼睛。好啊，这3号居然装没听到的样子。江夏气得用脑袋撞了一下门。贺寒石又看向穆唐风，你试试看，可以从监狱出来吗？穆唐风的隐身天赋偶尔能够让防护门无法识别，可以穿墙而过，但穆唐风尝试了一下，只有晚上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才可以。这是他们试验多次发现唯一能出行的漏洞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，传来了黑豹晕倒的声音。江夏忙贴近门，盯着对面看。大皇子头上是撞肿了吗？怎么有片红红的？可再眨眼一看看又不见了，也许是自己眼花。他摇了摇头，也没心思想太多其他，忙叫3号机器人将大黑豹送去了治疗舱，确定对方还活着，大家都舒了一口气。而江兰直到送晚餐时才知道叶明也精神力崩溃发作了。他拿着饭盒，看着里面难得亮灯却乱糟糟看不出原样的3号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又一个精神力崩溃发作了，有一次就会有第2次，也代表死亡更近。他看着眼前的晚饭，最后勉强喝了一碗汤就不想吃了，本想躺下就睡。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打开了光脑查看起个人账户。太好了，除了1个月的工资，还有磁性2000新币政府补贴，加起来居然有2万多。看着自己的余额，他半天都不舍得眨眼，最后决定买点零食奖励自己一下。可加了1000新币的购物车后，才发现满1500才免邮。他在凑单类目里挑挑拣拣，看到一个黄色的宠物毛线球，鬼使神差买了下来。最后又加了一些零食，总算凑足了配送钱。临下班前，他又去监狱里逛了一圈，大黑豹还没从治疗舱里出来。别太担心，毕竟人还活着，不是吗？可夜里躺在床上，江兰还是忍不住星网搜索，精神力崩溃50%以上，还有治愈的方法吗？只是大家的结论都是必死无疑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帝国这么多人，只能等死吗？由于相关帖子热度很高，很快有了许多回复。其中一个昵称为上苍赐给我一个七主吧提出，也许找个高精神力的雌性安抚能够见到奇迹。可精神力连结门槛很高，必须是足够信任的伴侣，且精神力很高，在保证安全下才能进行治愈，还不一定有效，稍不注意就会丢掉小命。没有雌性会愿意这么做。江兰思索着这话，他沉沉吐出一口气，退出了新网，所以他没有注意到一句话。一个网名为历史系小生的人回复，曾经翻野史看到过一个案例，一个植物系精神体的雌性治愈了一名 SS 精神力崩溃强者，后来2人成为配偶后就云游宇宙了，所以也许植物系精神体的雌性能有办法吧。可惜江兰没看见。半夜睡梦中又梦到了一堆绿色蘑菇小人，看着他一直哭，把他哭得很心烦。哭，再哭就把你们煲汤喝，一口一个，你们快从我的梦里滚出去！听到这话，蘑菇小人果真不哭了。我不好吃，别吃我，除非你答应，不然我不出来。好啊，还敢威胁我？这是我的梦，信不信我马上梦一口沸水锅，把你们全下了？江兰只是威胁的想一想，没想到梦中还真出现一口大火锅，还是鸳鸯锅，这也太人性化了吧！他眼睛亮了亮，发出魔鬼般的笑声，蘑菇小人们被吓得尖叫，消失的那叫一个快。紧接着，江兰脑袋一痛，一下子从睡梦中清醒过来，耳边也传来一道类似于4、5岁小孩的哭泣声。不会见鬼了吧？他吓得一屁股坐起，立刻打开了灯，看着床尾处一个刺眼绿色巴掌大蘑菇。这绿色蘑菇怎么和我梦中的那么像？不许哭了！绿蘑菇反射性的止住了泪水，小身子却倔强的侧了几分，浑身散发着哀怨委屈的气息。虽然这蘑菇看起来有点毒，但也实在可爱。好了，不凶你了，我不吃你了。蘑菇闻言，总算没再侧身对着他了。第一次见这么人性化的小蘑菇，江兰心里觉得好笑。但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在我房间？主人，我是你的精神体啊，当然得跟着你。刚才的哭声好像也是从脑子里传出来的，可我只有 F 级的精神力，也有精神体吗？主人精神力才不是 F 呢，但具体什么等级我也不清楚。难道精神力的变化和传说有关吗？算了，太困了，不想琢磨了。主人还没给我取名字呢。长得跟云南毒蘑菇似的，就叫小毒吧。
小蘑菇终于有了名字，总算乖乖的回到了意识海内。第二天，江兰睡眼朦胧的坐在床上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小毒。脑海里的声音响应很快，她这才确认原来昨晚不是梦。虽然没有书中原主的雪莲花惊艳，但肉嘟嘟的也很可爱。想到这里，他让小毒出现，捏了捏软乎乎的蘑菇肉后，这才心满意足的下床。经过一晚上的时间，他去送早餐时，叶明已经恢复了，房间也再次变得乌漆嘛黑。他今天特意做了三明治，肉蛋蔬菜搭配，营养齐全，这也是叶明第一次吃他做的东西。不过江兰发现叶明这头豹子居然挑食，蔬菜都剩在了饭盒里。他只是说了一句荤素搭配对身体好，大黑豹竟沉默无声的抗议。江夏哼了一声，江兰，下次大皇子的都给我吃，我不挑食，你做的我都喜欢吃。监狱的饭盒并不小，江夏不仅吃了很多肉肉，还吃了2个三明治，真的不怕撑爆吗？江兰可不敢再给他吃，看着漆黑的3号牢房，如果他不喜欢，我下次也不用再费心思了。他正这样想着，就听到叶明的声音响起，很好吃，我下次会吃的。好吧。江兰闻言没再多说什么。路过2号监牢时，他偷瞄了一眼，似乎感觉穆唐风沉默了不少，都不怎么说话了。SS 兽人的洞察力极强，穆唐风自然察觉到江兰的视线，他别扭地撇过脑袋，却把脖子伸得2米长，露出修长优美的侧身弧线，还一边偷瞄江兰的反应。瞥见江兰眼底明显的惊艳时，脖子恨不得仰到天花板去。直到江兰离开监狱，他才伸着翅膀放松身体。另一边，江兰正在花园里修建花枝，高科技时代快递运输超快。江兰昨天买的东西，这会儿就有送货机器人送上了门，连忙抱着跑回办公室，迫不及待开始整理自己的零食。分一点点给几位大人尝尝鲜就好啦，剩下的当然全都是我的宝贝。至于这个宠物毛线球，他想了想，江夏大人最适合。谁叫兔生跟我朋友家的大猫猫很像呢？他这样想着，立刻收拾东西往监狱里去了。刚吃完早饭没多久，众兽这会儿都在各自忙碌。考虑到大人们生活需求，监狱各种设施都是根据大家喜好定制。贺寒食作为少将，房间里有许多健身项目，每天锻炼必不可少。穆唐风比较爱美，所以他房间里有不少镜子，没事就拿着梳子梳理他那绝美的羽毛，偶尔也会看一些机械书籍。闲得无聊就插2号机器人玩。叶明能夜视，他更喜欢待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书，时常关注一下新网动态。但他们几人账号暂时权限都被封禁，都不允许网络发布任何信息，只能日常看看。江夏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，所以只需吃好喝好玩好就行。他最喜欢低温环境，喜欢躺在监狱内的雪堆里。盐祸水以前当过太空信道，过了不少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就泡泡温泉，拆拆花，怎么享受怎么来。可日复一日的生活过上2年，任谁都觉得无聊。江夏在雪堆里打了一个滚，叹了一口气，好想出去啊。以前还没那么想，但现在想到江兰在监狱外，他也很想和他一起玩。穆唐风羽毛刚掉了2根，心情烦躁的嘲讽：就你现在的精神力状态，还是宅着吧。江夏不高兴，他忍不住测试了一下，崩溃值是68%，比2年前还上升了点儿。没心情扯皮了，再次埋在雪堆里当一只孤独的兔狲。突然，监狱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兔狲立刻甩了甩身上的雪，坐在自己的冰雪椅子上。穆唐风立刻藏起了自己掉的毛和梳子，雄性掉毛就不好看了。今天给大家吃点新鲜的零食。江兰带着笑容走了进来。零食。江夏椅子上坐不住了，走到防护门口前，探头探脑的看，却距离太远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江兰从空间囊里拿零食分给大家，贺寒食从攀爬墙上下来，满眼温柔，谢谢，有心了。他那双深邃的眼似乎可以轻易让人沉溺其中。江兰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连忙转头到了2号牢房，给穆唐风分了后，又来到3号牢房前，里面依旧一片漆黑，只听到一声谢谢近在耳边。他抬眼一看，叶明居然主动走到了防护门前，这是除了第一次见面外，江兰第2次看清黑豹的模样，庞大的身躯，又似乎毫无感情的绿眸，让人看得头皮发麻。叶明好像看出眼前雌性的不适，又默默隐匿在黑暗中。江兰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去了江夏那里。4号房间有自动降雪装置，看上去雪茫茫一片。江兰，你给我们买零食了呀？好久没吃了。软乎乎的大胖猫猫简直可爱死了。江兰回过神来蹲下，嗓音不自觉变得柔和。不仅零食哦，我还给你买了小玩具。听到小玩具这几个字，监狱里众兽都默默支起了耳朵，就连黑暗中的叶明也不例外。而盐祸水更多的是看好戏的眼神。我又不是宠物，哪里需要什么玩具？虽然他觉得江兰长得好看，脾气好，人善良，但把她当宠物绝不能忍。他气到呼吸声都粗重了。江兰闻言也有点心虚，抱歉，我没有把你当宠物的意思，我这就拿走，不生气哈。他说着便准备将毛线球放回空间囊里，可他提起来时，毛线球在掌下晃了晃，就看到江夏的脑袋跟着歪了2下。他试着提着绳子又动了动，江夏金黄色的眼眸缩了缩，这副神情分明和朋友家的猫咪一模一样。江夏就是对这个玩具感兴趣。他又晃了2下，见江夏还是嘴硬不开口，他有些遗憾地收起了毛线球。黄色毛线球消失后，江夏的瞳眸终于又恢复了正常，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个小小毛线球控制住了，这一定不可能。爪子不自觉地扣在雪地里，毛线球的样子在脑海挥之不去，他气势汹汹
凶的。小小毛线球而已，既然你买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江兰一时语塞，她突然多了几分恶趣味，一副故作体贴的样子。没事没事，你不喜欢我拿走就是，没必要让大人勉强。见江夏爪子抠雪地速度更快了，她继续自省。都是我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喜好，以后再也不擅作主张，买这些东西惹你生气了。我又没说不喜欢。原来大人喜欢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看到江夏都快把地刨穿，江兰终于不再逗他，把毛线球从小窗口扔了进去，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。江夏下意识去追，但跑一半又故作镇定，朝着自己的冰雪椅走去。余光却盯着那个玩具，4号机器人还以为是垃圾，他检测了一下，就变出清理工具准备收拾。江夏哪里还顾得上面子，飞快跑过去将毛线球叼在嘴里。看到门口江兰还在，又自觉丢脸吐了出来，对着没有眼力见的机器人就让滚，今天别让我看到你。4号机器人不明所以，一声自动找到角落待机。年轻人气性挺大，江兰无奈摇了摇头，只要大猫猫喜欢就好。他没再多逗留，来到了5号盐祸水监牢门口，先将零食递了进去，和今早在院子里刚摘的花。盐祸水优雅地走上前，鼻尖轻嗅了嗅，谢谢，很香也好看。低音炮的嗓音，江兰差点手一抖将花松开。好在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，病力大有提升，没有出丑。他眨了眨眼，看向盐祸水身后的机器，示意过来拿花，但机器人都以主人命令为准。5号并没有动，盐祸水唇角扯了扯，让5号过来，没再继续试探江兰。眼底最初的陌生防备倒是松懈了几分，可他还是觉得这个雌性不简单，居然不动声色就一个个俘获了监狱里几人的信任。虽然暂时没有查出来他背后的人，但人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了，迟早会露出真面目。机器人将花拿走，江兰离开后，监狱里谁也没吭声，只有无声压抑的呼吸在空气中暗涌。就在这时，江夏蹦跶的声音打破了死寂：小小毛线球，别想逃！此时此刻，如果可以简单点形容，那就是他的幸福吵到了大家的耳朵。不过江夏刚得新玩具，哪里会管别人死活？他只想知道这个毛线球还能怎么控制住他。只是爪子不经意把拉球推远后，他顿时兴奋上了头，像第一次杀死虫族一样，尾巴快速的摆动，立刻扑了过去。哇，哈哈哈哈！没想到这个小小毛线球居然如此好玩。木堂风忍无可忍，2号机器人都被他拆成了零件。吵死了，江夏，你不能安静一会儿吗？江夏闻言，才感觉自己的行为确实挺丢脸。他偷偷往对面看过去，夜明乌黑的监狱内，一双绿油油的眼正落在自己爪子下的毛球上。兔孙毛茸茸的身体立马把毛线球藏得严严实实，还默默把透明防护门变成了加厚墙，阻隔了视线。这时，叶明突然开口：“江夏。”用冰封技能。江夏知道叶明要说大事了，暂时收起玩闹的心，小心的将球藏在冰雪椅座下，立刻使用技能。叶明马上与李约进行通讯：“殿下，怎么样了？”一收到叶明通讯，李约就迫不及待开口。他今天一直在实验室与艾博士等待回信。叶明盯着芯片检测数据，似乎有点效果。崩溃值确实降低了一点，原先我精神力崩溃值73%，现在变成72%。不对呀！我的药剂如果成功，不可能只降1个点，难道忽略了什么吗？不过既然能降低崩溃值，虽然过程凶险了点儿，但或许可以往这个方向研究研究。也许并非是药剂原因。前阵子我精神力崩溃发作，精神力崩溃值也由89%降低到88%，只是不太确定才没有。这次殿下也下降一点，事情未免太巧了。此话一出，众兽顿时一脸不可思议。一是精神力崩溃值降低，二是他们并不知道贺寒石精神力崩溃值居然已经到了80以上。不可能！精神力崩溃发作后，没有药物和安抚，只会增长崩溃值，不可能降低。如果真的可以降低，那之前就不会有埃塞上兽人的死亡。凡是精神力崩溃值超过85%的兽人，一旦发作无一幸存。和尚现在还活着，只能说是奇迹。监狱内沉默了一阵，显然都在消化这种令人震惊的消息，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，要研究一下贺寒石和叶明的血才行。通讯就此结束。少将，你和有些崩溃值居然这么严重了。这种崩溃值随便再发作一次，很难再活。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吧。可你甘心吗？贺寒石闻声脑海快速划过什么，心脏重重一跳，心里似乎比以往多了一分牵挂。江兰，他轻轻念着这2个字，平淡如水的温和眼眸，不知不觉又多了些许晦涩黯然。不，他不甘心，他没有回盐祸水，只是唇无声动了动。而艾博士研究药剂的心刻不容缓。当天说完，李约当晚就到了，一回生二回熟，看着来接自己的江兰，李约点头笑了笑，还给江兰带了一份见面礼。江兰想婉拒，可李约却坚持，他说了一声谢谢，最终还是无奈收下。两人再次朝监狱里去时，江兰小姐脾气很好，应该有不少追求者吧？帝国雄多雌少，雌性被高高捧起，大多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。江兰顿了顿，才慢吞吞解释：“没有。”
我精神力是 F， 生育值0，没有雄性看得上。不过我精神力 B， 自身精神力 B 级，不需要上战场，不用担心精神力崩溃问题，还可以不用伴侣抚慰。至于子嗣，我对小孩子也不是很喜欢。完美妻主。想起上次连夜从黑明星回家，坐在飞船上的那一口热饭，他更是不免感慨江兰的心细体贴。你是一个很好的雌性。谢谢夸奖。江兰还是没太懂男人的意思，只是觉得手中的礼盒有点像烫手山芋。好在没多久就到达了监狱目的地，他将人送到后就迅速闪人。看着雌性离去的背影，想到没得到的回复，李约有些失落。看着防护门内抽血的叶明，他突然问：殿下，江兰小姐到婚配年龄了吗？正在抽血的白狮和黑豹都不约而同看向李约。江兰小姐真的很好，我要是追求她做自己妻主怎么样？一个生育值0、精神力 F 的废子你也要？您这话我不是很赞同。再说，我也不在乎这个。这雌性有哪里好的？你难道是图她好看？不就是眼睛大了点儿，嘴巴红了点儿，皮肤白了点嘛？外面一抓一大把。江少爷，你不懂，雌性是多的是，但像江兰这么好的可不多，漂亮到底都是点缀而已。反正这里一个个都位高权重，肯定不会选择江兰。这话一说出来，江夏无可反驳了，毕竟他也觉得江兰很好，但看着李约，怎么就觉得这雄性哪里都配不上江兰呢？你精神力很高吗？凭什么认为江兰看得上你？正因为我精神力不高，不担心精神崩溃，才刚好匹配江小姐 F 级的精神力。我正打算努力追求。监狱里几人大多陷入了沉默。精神力高和精神力崩溃的雄性确实不适合江兰，尤其是他们几个，好像都没有追求江兰的权利。江夏哑口无言，只是磨牙的速度加快了。贺寒石眸色暗了暗，血液满到溢出来了一些，也没注意。穆唐风把防护门严严实实挡了起来，一点都不想看到这家伙。他是守星出了名的大少爷脾气。李约也没和他继续争辩，而是继续询问自家殿下：您知道江兰喜欢什么吗？今天送给她的手链，也不知道她喜不喜欢。李约，本殿让你来是工作的，不是来追求雌性的。以后艾博士药剂没做好前就不要过来了，有事直接通讯沟通，节约时间。李约一脸失望，想到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到江兰，本还想说两句，却被叶明直接撵走。幸好离开时他成功加上了江兰的好友，而且和上次一样，江兰又给了他一份饭，回去的路上可以当宵夜吃。江兰小姐，你真好。这算是宗华家待客之道吧，我打包一份晚餐真的不算什么。只是那条粉色点钻手链太贵重，他正思考怎么开口还回去，手腕芯片的内置急助铃就响了起来，必须在6分钟内赶到。自从有一次迟到后，他就发现如果超时1分钟就会扣100星币。他急匆匆告别了李约，一路狂奔，总算按时到达。他深深喘着气，点击了一下芯片，这才发现按铃的居然是从未主动找过自己的叶明。怎么了，叶大人？叶明藏在黑暗中，眼睛不动声色扫了他2只手腕一眼，这才开口：李约走了吗？听江兰说刚走，他神色才不自觉放松。江兰擦了擦脸颊上的细汗，看了一眼时间，我也快到下班时间了，大人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下班了。谁知道穆唐风发疯，非要喝什么冰饮，语气还有些冲向是谁惹了他。紧接着，我也要来一杯。给我也来一杯吧。大家这是怎么了？我最近应该没亏待他们吧？不过为了赶快下班，他又看向5号牢房的盐祸水。严大人需要吗？既然如此，那麻烦了。江兰莫名其妙的又去了一趟厨房，好在科技解放双手，他还是很轻松的。只是想到穆唐风那火大的样子，他顺便又做了一壶凉茶，降火杠杠的，就是味道有点让人头皮发麻。穆唐风没喝过凉茶，一口喝完冰饮后，喉咙都冒着冷气，但心火却没降一点，拿着凉茶又大大喝了一口。2分钟后，他一口吐了出来，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喝？哦，好苦！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喝？江夏毛茸茸的脸盘子都皱成了一团，贺寒石和叶明强忍着把口中的咽了下去。盐祸水最狡猾，鼻子嗅了嗅，默默把凉茶推远了一些。良药苦口嘛，这是凉茶，润燥呛火，喝完就舒服了。没吃过什么苦的江小少爷先信了，他又喝了一口，可实在苦的让兽无法下咽，他再次呕了出来。洁白的雪地上满是深褐色印记。另一边，穆唐风半信半疑，还是不信邪的选择了一口闷，然后他也呕了。难得见到这一幕，江兰憋笑得很辛苦，倒是道行较深的贺寒石和叶明2人听着功效，面不改色喝完了一杯，瞧着盐祸水一点没动。严大人不尝尝吗？我就不了，我可和某些人不一样，
肚子里没那么多火气。江兰疑惑中带着遗憾，但惦记着下班，生怕穆唐风缓过来找他麻烦，赶紧溜了。监狱里再次恢复安静。今晚真是看了一场好戏。我本以为江兰只是去获取大家的信任，现在看来有点复杂，就连大皇子和贺少将都乱了分寸呢。严祸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贺少将和大皇子也……我只把他当监狱长看待。你想多了，只是最近天气热了而已。这话你们自己相信就行，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一下，他绝对不可能是普通废墟，说不定背后的水比想象中的深。你们说的是江兰吗？这话没人回应，但严祸水的话却在其余几人心里掀起轩然大波。可水深水浅那又如何？贺寒石带着几分放纵似乎释然了，他现在只是个快死的人，早已不是当初一呼百应的少将，又有什么利益可图？他甚至希望江兰真的想从他这得到点什么，但事实是，非工作原因，江兰也不会轻易来监狱中，更不会只看到自己。想到这，他眼神多了几分忧郁的颓然，众人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大家都是首都星风云人物，现在的我们真的有什么东西值得江兰费心所想要谋取吗？严祸水仔细思考着这话，一时也没了声响。第二天，江兰再次开启了撸蘑菇的快乐，不过今天她摸着蘑菇软绵绵的手感，小毒，怎么感觉你变小了一点？主人不要担心，我分了点种子出去，暂时小了一点，等接下来接收到的营养更多了，我会再变大的。种子是什么？这个营养是从哪儿来？是土壤吗？不是，是精神力毒素，到时候主人就知道了。小毒神神秘秘，不过隔天江兰就真的知道了。各个监狱内都长了一朵拳头大小的绿色蘑菇，贺寒石的攀爬墙，穆唐风的木头镜子，叶明的真皮沙发上，江夏冰雪宝座旁的雪堆里，还有盐祸水冒着热气的温泉池旁。经过长时间的奋战后，5个机器人同一天相同时间拥有了相同的迷茫：为什么这个蘑菇无法消失？这个蘑菇就算无限循环生长般，即使拔了下来了，但再回头蘑菇又在原地原封不动。真是太笨了，连个蘑菇都打扫不了。江夏干脆亲自上场用牙咬，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咬了一嘴空气。他不信邪的又咬了几次，蘑菇始终没有被拔除的迹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累得放弃了。一个蘑菇而已，没什么稀奇的。才怪，他监狱内温度一直很低，这种环境下怎么可能长蘑菇？大家互相分享了房间里蘑菇情况，最终也没弄懂这个蘑菇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也只能任由它野蛮生长。而穆唐风轻轻靠近闻了闻，隐约察觉到一点熟悉气息，这气息和江兰身上的有点像，有2次他都闻到过，但他怀疑自己是魔怔了，居然从一朵蘑菇上寻找江兰的身影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没把这样放在心上。很快，江兰送餐时就发现监狱里多了蘑菇。江夏监狱整个雪白的世界中，那一抹鲜艳的绿清晰可见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脑海里紧急呼叫：“小毒，小毒，那是你的蘑菇吗？”所以，你说撒的种子就是撒在监狱里？是的。江兰都要崩溃了，这都是什么事？自己精神体怎么跑到监狱来播种了？你赶快把它们收回来吧！主人，我饿，不能走。江兰始终没弄懂他饿和在监狱播种到底有什么联系，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一送完饭回去，他就立刻询问小毒，怎么样才能让你不饿？主人很简单呀，只要让我吃一些精神力毒素。精神力毒素？不就是兽人崩溃产生的那个吗？江兰抓住了其中一个重点，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蘑菇精神体似乎一点也不普通。但精神力崩溃不崩溃，小毒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监狱里那些人身上都有香香的东西。好吃好吃！香香的东西，还是精神力毒素？他立刻上星网搜了一下，才发现引起精神力崩溃的主要原因确实是精神力毒素。可要是按小毒的说法，将精神力毒素都吃掉，会不会可以直接治愈精神力崩溃？越想，他的心就越不平静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意味着监狱里几人可以不用死，也意味着他和女主一样，拥有治愈精神力崩溃者的能力。难道这就是传说的金手指吗？想到刚刚几位大人神色平常，他心情才平静下来，再三嘱咐小毒不要把他暴露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虽然还不确定小毒是否拥有这个能力，但在他还没有强大的自保能力之前，绝对不能透露分毫。小毒认真点了点脑袋。这天过后，江兰每次送餐时都有点心虚，主要害怕被联想到自己。但想想最近新网上了解到的，在大众印象中，兽人精神体基本都是动物，而雌性不会异化成兽，精神体不会对外展现，又觉得放心了一点。就这么相安无事过了1个月，江兰发现小毒果真长大了，现在变成了2个巴掌大小。而这1个月内，监狱内也没有人精神力崩溃发作过，虽然不确定是否真的和小毒有关系。
系。但1个月下来，他也不再像最初那么神经紧绷，怀揣着也许能治愈好他们的念头，彻底纵容了小毒的行为。入职黑明星的第3个月末，江兰收到了学校的毕业通知，原主就读于帝国首都学校，是首都星的顶级学校。按照帝国雌性优先的法则，原主凭借学渣的成绩被抢先录取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背后也许还有其他什么附加条件。可惜原著书里对这段并没有详细介绍，而我也没有继承原主完整的记忆，不知道这里不领毕业证有啥后果，但显然去一趟更为保险。还好按照书中进度，这个时候我已经算避开了死亡结局。去领一下毕业证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距离毕业典礼还有5天，监狱长每年都有30天可申请假期，江兰正好可以提前安排申请一下。没想到隔天，他又收到了原主大学同学的婚礼邀请。这是原主在大学里唯一交笑的朋友，就连书里原主失踪，也是这个朋友报的案。所以这个婚礼也必然要去一趟。想到此，他申请了5天假期。一个叫陈雄的临时工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。陈雄是一个彪形大汉，笑起来却是眯眯眼，透露出一股老实人的憨厚气息。第一次见面，见监狱长是一个雌性，他满脸震惊，但时间紧，江兰也没有过多寒暄，将手中工作交接了一下，以及各位大人的脾气爱好，他都记在了手册里，也一并交给了陈雄保管。竟然能亲眼见到我的偶像贺少将，这工作我绝对要拼死完成。看他这么有干劲儿，连这么厚的手册都当宝贝一样护着，这下我可以彻底放心去办事了。临走前1天，为了大家更好的熟悉，他带着陈雄去了监狱一趟，特意和贺涵石5人交代了一番。一听江兰要离开，5人心里顿时都不平静，是不是江兰开始厌烦与他们相处了？是不是他们让他觉得工作麻烦而想离职了？空气莫名安静了下来，一股无形的暗流席卷，紧张蔓延。陈雄半点也没察觉，崇拜地看着白尸身影，激动到嗓音颤抖：“大人们好，我是陈雄，接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”贺涵石从床上跳下，第一次露出了锐利冷冽的锋芒。他没说话，眸光往陈雄身后看去，却被陈雄2米宽的身躯挡住了视线。他什么也没看到，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产生抗拒和厌恶，但想着江兰还在，他还是冷淡嗯了一声作为回应。江兰闻言，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这段时间相处，他也是能感觉得到贺涵石的威信力，只要他发话，监狱里其他人都会听从几分。有他在，他也能放心休假了。他收回思绪，开始按顺序带陈雄介绍其他人。陈雄心里眼里都是贺少将，刚刚都没注意其他人，现在看到2号房的名牌后，他只觉得天塌了。天啊，为什么帝国4大家族穆少爷也在这？穆唐风出了名的不好惹，而且厌丑，周围3米之内丑人勿近那种，谁不服揍谁，仗着精神力高家世强。之前还和2皇子干了一架，就因为2皇子不小心踩到了他刚掉的一根羽毛，就把2皇子打进了治疗舱。可君主也只是罚他去军事基地历练1周。想到这，陈雄下意识用手挡住自己的脸，但穆唐风依旧没放过他。哪里来的丑东西，真是脏了眼！陈雄羞愧地把头低得更多，却没想到江兰竟那么刚。穆大人，人的外貌本来就是天生的，你可以因为其他坏品质衡量一个人，但你不能拿人的样貌来取笑对方。真正脏的东西不是脸，而是肮脏龌龊的心。多么善良美好的雌性啊！可是穆少爷可不管雌性不雌性，当初有雌性主动追求他，他还把人骂到差点自闭。对不起，穆少爷，我下次会戴口罩进来的。穆唐风根本不管其他人，他看到这个雄性还触碰到江兰，眼中愤怒更盛。陈雄吓得后退了一步，而江兰八风不动站在原地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。道歉。这是他第一次语气这么严肃，哪怕之前穆唐风有意刁难，他都挂着笑容，可现在因为一个陌生人，他生气了。穆唐风愤怒又委屈，长长的尾巴耷拉在地上。江兰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陌生人凶我！站一旁的陈雄惊呆了。这是穆少爷说的话吗？江兰与穆唐风对视着，他也一脸惊讶。我不是凶你，正是因为我们俩熟悉，才不希望你这样。假设有一天我也变丑了，你是不是也要骂我是丑东西？其他人会不会也和你一样这样批评我的外表呢？我才不会！是其他人敢，我帮你出气！一想到有人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骂江兰，他就一肚子的火，恨不得将那人扒皮抽筋。不仅是他，监狱里其他几人听到这种假设，一时心口也闷闷的泛着疼。原来早就在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将江兰纳入了想保护的羽翼之内。江兰听出了他的维护之意，声音柔软了下来。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人，知道吗？在他一字一句讲道理下，穆唐风的委屈和抗拒终于慢慢淡化，可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：我道歉的话，那你会不走吗？闻声，其他几人心也紧跟着提起，都以为江兰走了就不会回来。江兰也没太听懂其中的意思，但这次毕业典礼他不得不参加，还有原主好朋友的婚礼也是一定要去的。穆大人，我还有要事要处理，不得不离开一趟。离开一趟，只是暂时离开吗？我请了5天假，
陈雄是临时工，暂时替我照顾你们，所以你们有事找他。听到这话，武兽不动声色地松了一口气，贺寒石眼神温和下来。好，我们等你。得到江兰最终确信的答案后，穆唐风心气才顺了一些，盯着陈雄也顺眼了些。虽然觉得这个兽人还是有点丑，但看在江兰的面子上，他还是不情不愿道了歉。盯着这戏剧性的一幕，陈雄嘴巴张了8米宽，还以为自己是幻听，没想到穆少爷居然会道歉，这简直太不真实了。等认识完几位大佬，陈雄对江兰更是佩服的不要不要的。这里随便拎出来一位，都是不好惹的。好厉害的雌性，居然一点也不怕。交代好一切，江兰第二天一大早坐了10几个小时才到达首都星。江兰扫过瞳孔入校后，就按照通讯上的安排信息来到了居住的地方。帝国首都学校确实称得上顶级学校，对雌性也有很多优待，就连宿舍也是豪华一室一厅，里面摆设都很舒适大气。他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毕业典礼后天才会举行，坐了许久的星际飞船，他早早睡下。另一天，江兰无聊在学校里溜达，突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。他回头一看，好一个明艳大美女，狐狸眼大红唇。方言有一阵子没看到江兰了，见这会儿他愣愣看着自己，忍不住挥了挥手。江兰，发什么呆？不会这么久就不认识我了吧？江兰闻声回过神来，笑了笑。当然认识。在原主为数不多的记忆里，同书中一样，方言是处处维护原主的角色。原主被人嘲笑，方言总会帮他骂回去。两人稍微聊了2句，方言把一左一右2兽人拉过来介绍。他们都是我的受夫，后天我们一起举行婚礼。方言一脸如常，顺带掐了掐肌肉帅哥的手臂，另一只手又放在奶油小生的腰上，好不享受。江兰心里惊呆了，好半天才想起自己已经穿书，不再是以前一夫一妻的世界。这种事并不稀奇，他扯了扯唇祝福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3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要和小姐妹去玩，你们不要在这里碍眼了。说着，他热情地上前挽住江兰。这一刻，江兰清晰地感觉到有2道刺眼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但还好，那2个兽夫只是叮嘱方言注意安全，就没再停留离开了。江兰不动声色，松了一口气。眼看就是吃饭的时间，他们来到学校食堂，点个菜的功夫，就有好几个熟面孔对方言献殷勤。因为方言生育值20，精神力等级 B， 在这个生育值最高只有60的时代，方言已经相当优秀了。不过他没搭理那些人。姐有的是钱，我请小姐妹吃饭，还轮不到你们代付。几位雄性识趣的离开，却回头盯着江兰，感觉到他们眼中的嘲讽轻视。江兰无语的抽了抽唇，同时也庆幸原主是个废词，没有男人来沾边，非常不错。以往每次这种情况发生，原主都会自卑的跑开，然后好几天不搭理方言。方言正担心着江兰的情绪，直到食堂大叔炒好了一个菜。2位同学，你们坐哪儿？我给你们把菜送去。江兰主动拉过方言的手，指了指靠近窗户的一个位置，说：“我们坐那儿。”方言愣愣地看着2人牵着的手，眼底藏着不可置信与惊喜。这一次，江兰居然没有不快地离开，甚至还主动牵了自己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他好高兴，忍不住回报了一下江兰，差点喜极而泣。自己主动了许久的好朋友，终于得到了回应。江兰不明所以，被方言这么一个大美人抱在怀中，一时有些飘飘然，脸跟着红了起来。江兰，你好像变了，变得我更爱你了。方言，这年头可不行搞词。老板，你也太可爱了。这顿饭吃得很轻松，江兰发现方言虽然看起来很御姐冰冷，但实际上性格却很好相处。饭刚吃完，他手腕芯片就震动了好几下，打开一看，一下子好几条添加好友信息，是贺寒石他们。江兰工作和生活向来分得清楚，也没想过和这几人有什么过多接触，所以干了3个多月，彼此的好友都没有。突然一下子收到5个人的好友消息，他第一反应是监狱出了什么事。江兰立刻通过了好友，还忍不住发消息询问陈雄的情况，但此刻的陈雄并没空回答，他正在厨房里手忙脚乱。穆少爷说想吃冰饮，可不能看到冰块。江少爷说想喝鲜花泡出来的花茶，但温度要刚好45度。于是他忙着在厨房玩升温和降温。幸好他们提出，只要把江兰好友推给他们，下午就让他好好休息。江兰还没收到陈雄的回复，倒是看到了贺寒石的消息。随之而来的其他几人，他们问的都是你在哪儿。江兰先回了贺寒石，说了自己领毕业证的事。贺寒石很快回复：好，注意安全。你们还好吧？黑明星没出什么事吧？都很好。看到贺寒石回都很好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然后看着其他几人发的相同信息，干脆复制粘贴都发了一遍。不过穆唐风他多问了2句：穆大人，陈雄怎么样了？你没欺负他吧？当然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前天都给他道歉了。穆唐风脸不红心不跳，江兰表示有点怀疑，但知道问不出什么，干脆闭了嘴。方言现在才知道江兰在黑明星当监狱长的事，他目瞪口呆。你没受委屈吧？方言家有点背景，他当然清楚那几个人是怎样的刺头。他家一个表叔就去过2个月，1分钱都没拿到不说，回来人还瘦了2圈，做梦都哭着说不去了不去了。可见在那里确实受了不少苦。他打量江兰半天，确定没有受伤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想到穆唐风之前的黑历史，又不太放心。要不我帮你换一份工作吧。
其实他没说，因为担心江兰不好找工作，他特意让自己母亲得安排一个，但母亲的条件就是让他参加一个封闭训练，他当然答应了。所以只要江兰想换，他可以随时在首都给他安排。江兰拒绝了，毕竟他在黑明星过得很滋润，没人欺负，还很自在。方言透过他那双眼认真分辨着，确认他没有一丝勉强才放心。其实也不怪我反应大，毕竟穆少爷之前黑历史太多了，我才担心你被他欺负，见谁不爽就揍。不过他一般不打雌性，但是嘴巴很毒。方言听过几句，什么恶心的侏罗，长得两眼癞蛤蟆，还妄想吃天鹅肉。方言每多说一句，江兰震惊都会多一层。好一会儿才意识到，前天他骂陈雄，居然还是收着的。接下来的1小时，江兰又在方言的爆料中重新了解了江夏和盐祸水。江夏其实大多数还好，只是有一点，他讨厌别人说他矮或者夸可爱之类的，尤其是把他兽形和一些家宠比较。之前有个雄性兽人挑衅他，说他像家猫，被揍的身上没一块好肉，反正惨不忍睹。光是听着，江兰都觉得痛，她不由得庆幸，还好她是心里想一想江夏像猫，并没有说出来。但让她更意外的是，盐祸水竟然就是这个学校大名鼎鼎的严老师，专门针对雄性进行军事训练。听说手段严酷，训练挑战极限，逢客必沾血，外号活阎王。之前有一个雄性不服管教，偷偷跑到他办公室，在他本子上写了一个死字。盐祸水并没出声，而是在2个月后，学校正式军事演练的赛场上，亲手把那个雄性杀了，并且还拿出了那张写有死字的白纸，贴在那人躯体上，笑眯眯送他归西。天啊！江兰震惊了，那他一个老师杀了学生没惩罚吗？方言摇头，军事演练赛场模拟征战，一旦上场死活不论。其实真正让方言觉得瘆人的是盐祸水一直随身带着那张纸，也许他一直在计划着这一天。他语重心长，兰兰你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惹他。江兰神色恍惚，很难将方言口中的这个活阎王和他监狱里见到的那个相提并论，差别太大了。此刻的黑明星盐祸水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他眯了眯眼，盯着自己芯片上刚联系的人，呵呵，不会这个老东西在说我坏话吧？而首都星江兰和方言食堂分开后，并没急着回宿舍，而是搭了一辆自动悬浮车去了图书馆，帝国首都学校的图书馆。据说书籍最全面，不论什么类型都有。他想到自己的绿色蘑菇精神体，打算好好查找一些相关图书了解。来到图书馆后，他拿出自己的学生证。你好，我想借书。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年迈的老爷爷，这会儿他正慢悠悠地给自己泡着养生茶，手上的芯片刚通话完，一脸乐呵呵的。那小子怕是铁树开花了，2年不找我，一开口就让我帮他关照一个雌性。注意到江兰，他露出和蔼的微笑。同学，想看什么书？说着，他接过了江兰的学生证扫描，看到上面显示的个人信息后，浅咖色的瞳眸闪了闪。听小雌性想找精神体相关的书籍，他很快恢复如常，给江兰指了指书籍的区域。等人进去后，老人啧了一声，然后立刻拿芯片拨了通讯。你小子想老牛吃嫩草？什么老牛吃嫩草？老头子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还说不是？我刚看到那小雌性了，人家嫩的哦，俏生生跟初春的桃花一样，居然被你盯上了，造孽呀！你看到他了？他来图书馆了。你猜？老头子，你给我注意点，别吓到他了，他胆子小。嘿嘿嘿，臭小子，你就不怕我把你那些破事说给人家听，到时候小雌性吓得跑远远的？是吗？刚好上将七主之前还问过我，你还有没有偷偷去战场？那我算一下，你上个月应该也偷跑去过1次吧？上个月去了2次，还杀了几只虫族。当时腰上受了伤。好，别说了。老头越听越不对劲，倒吸一口凉气，一时盯着图书馆吃零食的学生，都怀疑是盐祸水的眼线。他气恼地说了2句，立刻结束了通话。结束后，他仍然觉得不放心，抬手将那些闲聊的雄性都赶了出去，理由嫌弃他们太吵，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。因为现图书馆管理员实际上是前退休上将陆鼎峰，部队80%都是他以前带过的兵，就连贺寒石也是。万一惹他不高兴，以后就别想进军部队了。江兰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，他是直接找到几本书，去了单独的阅读室内。阅读室里有软座椅和饮水机，隔音非常好。不知道看了多久，窗外的光线逐渐变弱，他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看完后，江兰有点理解为什么帝国要专门把那几个人关那么远了。在书里记载，曾经一个2秒精神力的强者，精神力崩溃发作时，从关押室逃出，嘎光了监狱所有人和星球上大半居民。其实精神力崩溃发作比较可怕的一点是，发作的人不再有任何知觉，像个不知疲倦的杀神。所以后来就有了黑明星监狱的诞生。那里的监狱防护材料是为数不多不可再生的稀有能源，一大半都耗费在监狱建设上，才能拦住现在的几人。而监狱长无疑是最危险
险的那个人。想到这里，江兰又在思考方言的建议，要不要换一份工作。但江兰结合原书的剧情，想到自己的蘑菇精神体和女主的植物系，还是觉得可以尝试看看。至少最近1个月内监狱都相安无事，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头。当然和小命比起来，自己的命依旧更重要。他心情不太平静，他放下了书，没急着做决定。他离开了阅读室内，陆鼎峰还在。管理员爷爷，我来拿学生证。陆鼎峰听到这声，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这小磁性太讨人喜欢了。他把学生证递给他，笑眯眯道：“同学，你认识盐祸水吗？”江兰点了点头，认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小子知道你来学校了，特意让我多关照你一下。这孩子还是这么的热心肠。热心肠？怎么又和方言下午说的不一样呢？这热心肠是能杀人全家的那种热法吗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回到宿舍后，他打开了许久没查看的消息，袁叔的身份芯片里好友不多，除了同学群只有方言，剩余的是自己家的好友，而这些人都发了消息。他先看了陈雄，看陈雄回的没有受欺负的信息，他才看起了其他人。见江夏要给他送东西，还是让妈妈亲自送来。不用！为什么你可以收李月的，就不收我的东西？我们认识的还久一些。江兰语塞，顿时有些不知道怎么回。李约那个他本想还回去，但谁知那一次后，李约再也没去过黑明星了。不过江夏也给了自己灵感，刚好这次来首都星，可以顺带还给他。可江夏实在太盛情，说什么他不收，我以后也再也不拿你的东西了。我这是回礼，这叫礼尚往来。好吧，没办法。江夏立刻发了一个兔孙打滚的表情包，但又很快撤回。江兰刚准备收藏，却没来得及。此刻监狱心内，江夏毛茸茸圆脸下满是燥热，他怎么把这个发过去了？丢死人了！江兰应该没看到，她默默安慰自己，好不容易应付了一个。江兰可没心思管江夏复杂的心情，现在忙着回复下一个人。贺寒石担心他一个雌性不安全，他一个下属最近正好休假，待会儿让他加你。贺寒石也找人关照自己了。江兰往其他聊天信息里翻了翻，盐祸水也说了陆爷爷的事，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他。叶明也是。江兰，我老师是院长，你找他报我名字就行。江兰一直将他们当成工作任务，但没想到在这无牵无挂的陌生世界内，却也是他们一直关心着自己情况。他心里有些感动，一一回复了谢谢，最后才翻到穆唐风的消息。刚才的感动瞬间变成了哭笑不得。而今天是首都学校的毕业典礼，12点，学生都已经坐满。江兰与方言坐在不前不后的第3排，他往前扫了扫，一眼看到了2个很熟悉的背影。这2个人在原主心里仿佛扎了根一般，哪怕是背影都能清晰认出，是书中女主白若与男主叶燕。大学4年，原主暗恋叶燕也4年。他莫名红了眼眶，他转移视线，尽量忽略原主身体的反应。等台上演讲完毕，白若和男主叶燕一起上了台，俩人手牵手公布了喜讯。白若将不日迎娶二皇子，把台下一众人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二皇子的 S 级精神力和白若45的生育值，这俩人实在很般配。不过有些人心里也很遗憾，如果大皇子叶明没有精神力崩溃，作为3秒精神力强者，这样优秀的雌性理应配他最合适，可惜了。但当下各个家长们纷纷向白家贺喜，白家现在排在4大家族之外，这次和皇族结合，怕是有望进入帝国4大家族中。等白若与叶燕牵手下台，江兰也明白了，这是借着毕业典礼的皇族发布会。方言见他直勾勾望着台上，不放心的小声问：“你还好吧？难过的话靠我的肩膀。”江兰摇了摇头，我没事。见方言不太相信，他笑了笑，放心，我真的不喜欢他了，真的。方言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。好在很快到了他们上台领证，10个一起。江兰、方言与女主并列在第1队。白若目光往他两方向扫了扫，视线在江兰脸上停留一瞬，又若无其事移开。江兰并没有注意这道视线，他老实随着队伍站在舞台中间，等待院长颁布证书。帝国首都学校的院长是一个雌性，穿着一身雍容华贵的绸缎翠绿旗袍，面容看起来很慈眉善目。院长每个人都端水夸了2句，却在他的位置停留许久。江兰同学到。在院长温柔和善的眼神下，又窘迫的红了脸。他也属于军训条件反射了。加油！我听阿明和我主父提过你，他们对你都赞誉有加。等等，院长的主夫总不能是 S 级收容区里其中之一吧？就是昨天你遇到的老头子。原来是陆爷爷啊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……精神力只能作为一个人加分项，但真正还得做人为本，总会遇到同频的雄性。江兰起初还有点茫然，等院长走到下一个人的位置，他才后知后觉意识到，原来院长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，这份善意我收到了。却不知因为院长的停留，他成为了台下众人暗中打量的焦点。因为院长不仅精神力 S 级，娶的几个受夫还个个都不简单。最早的主夫还是当今君主，虽然因为某些原因院长休夫了，但大皇子作为他的血脉，仍旧和皇室无法分割。白府原本想看看到底是哪个雌性夺了自己女儿的光环，但目光落在江兰脸上时，就像看到了鬼一样。台下众人的反应，江兰并不知道。他领到证书回到座位上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和方言开心的拍照，并各自发了朋友圈。圈子动态刚发几秒，就收到了接二连三的点赞。
赞。他点进去看了一下，没想到监狱内5人速度那么快。此刻安静的黑明星内，江夏突然开口：“你们说江兰在首都星过得那么开心，真的还会回来吗？”这话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。又是一阵沉默后，会的吧。他自己说的。穆唐风虽这样说，却很没有底气。哎，要是精神力没崩溃就好了。这是江夏第一次厌恶在这样监狱里关着的日子。他默默看着江兰的动态，想着自己如果也在首都星，照片里与他合照的人，说不定能是自己。众受不语，却也升起了相同的念头和不甘。另一边，江兰从动态里退出，安静的等到了毕业典礼结束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又有人叫住了他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雌性，戴着太阳眼镜和防晒帽，将自己遮得很严实。很飒的走近后，他取下了眼镜，直接从怀里拿出一个空间钮，递给江兰。这是我家夏夏让我送给你的东西，剩下的是我们给夏夏买的，麻烦你一并送一下。至于这个空间钮，就当做我们的见面礼和辛苦费，不用给夏夏。杜一快速的说完这些话，没等江兰回答，又很飒的与自己的主妇离开了。方言目瞪口呆，兰兰，你认识江家的人啊？差点忘了，你认识江夏？刚这个正好是江夏的父母。方言自问自答，也解了江兰的疑惑。他望着杜一的背影，又愣愣地看着手上的空间钮，里面空间一眼望不到头，起码几10万星币起步。哇，姐姐杀我！江夏的母亲这么豪横吗？但这么贵，他是真有点不好意思收，只是往前看了一眼，江夏父母早就不见踪影。婚礼这天人多眼杂，江兰跟在方言身边，眼皮莫名跳了好几下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，但也可能是没休息好导致。他没多想，接下来的流程都很如常。不同的是，这天有3家父母在场，2个新郎1个新娘，场面还如此温馨。江兰在台下看着这一幕，就觉得这场景还挺有意思的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电子烟花，点点荧光在天空如流星飘落，最后又似雪水融化在草地间，不留一丝痕迹。江兰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，都免去了污染和打扫。可除了这些有意思的事，这次参与的婚礼上也有点小烦恼。对不起，我暂时没这个想法。他都不知道拒绝多少个雄性了，利维多干脆挡在了他前面。江兰小姐，让我来吧。好。利维多心里不自觉窃喜，暗暗释放了精神力。S 级的精神力一旦释放出，也是无形中向其他雄性宣示主权。如果达不到这个等级的雄性，就不要过去自取其辱。毕竟 S 级不是大白菜，100万人里也出不了5个。目前已知3S 等级当中，除了当今君主，活着的只剩下大皇子和贺少将2人。江兰周围恢复了清静。这场婚礼一直到夜里7点多才结束。江兰与方言告别，被利维多送回了学校。谢谢你，明天上午我就要走了，所以明天就不用麻烦你了。他其实还在纠结要不要换工作，但不论怎样，江夏母亲要自己帮忙带东西，陈雄还在，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没交接，他都得回去。第二天，江兰起得很早，首都星的飞船非常豪华，怎料在停靠鸿雁星时，能源石出了问题，需要联系太空站送来不及，期间需要1个小时左右，乘客们只能在外等待。可为什么飞船的能源石会出故障呢？江兰心里疑惑地想着，心里闪过好几个可能性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没结论。不过来都来了，他就当成旅游的心态，在这里拍了拍照片。这个星球的天很有特色，很像傍晚的火烧云，整个天空被烟霞色覆盖。江兰自拍了好几张，还顺便发了一下动态。就在这时，他眼前一黑，周围仿佛被黑暗吞噬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剩下自己。谁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他防备地盯着四周，脑海里不停地和小毒沟通。这是兽人天赋能力的一种，名为御，可以暂时把别人拉入到自己空间，是杀人越货的一种好技能。这兽人的精神是 S 级，最多也就支撑10几分钟。主人你小心点，坚持到出去就有办法了。江兰尝试用芯片求救，但芯片也无法发送成功。他扫视着周围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没想到你这雌性还挺镇定，可惜了。要不是有人买你的命，我还舍不得这么快处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现在就杀你。我明明没和女主有什么接触了，为什么依旧有人想让我死？难道真的无法躲避书中死亡情节吗？他越想越有一种无法逃离剧情的无助。主人别怕，等出去我就有办法了，我们很厉害的。江兰回过神来，阴霾瞬间一扫而空。原主可是连精神力都没有的废子，可他现在不仅有了小毒，还延迟了书中死亡时间。不论怎样，剧情都是可以改变的。他坚定起来。主人精神力也很强，你天赋能力是免疫伤害。待会儿如果离开了这个域，主人找机会用意念变成我的样子，变身期间受到的所有伤害都会无效。现在一次可以持续30分钟。这个技能听起来还行，万一再次被拉进鱼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主人，鱼的冷却时间至少4、5个小时。了解这些后，江兰心里总算多了一些底气。人在完全黑暗的空间里，难免会精神紧张。好在有小毒陪着自己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眼前终于恢复亮光，抬眼一看，自己正被绑在座位上，而对方正开着跃迁飞船，显然在太空中飞行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放心，
只是给虫族送点零食。一听虫族二字，只一瞬间，原主死后只剩脑袋的噩梦再次袭来。江兰神色恍惚了一下，想出双倍价钱买自己的命，可对方超级有原则，怎么说都无动于衷。他只能节省口水。他目光看向手上的芯片，但他是两手被分开绑着，根本碰不到。而红焰星的飞船人员清点人数时，终于发现少了江兰后，第一时间就向时空军舰汇报，同时联系了江兰的紧急联系人方言。你们怎么干的？连磁性都能弄丢！要是我朋友出什么事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可方言还是不太放心，突然想起利维多是贺少将手下的人，也把江兰失踪的事告诉了他。本想和利维多一起去，但跃迁飞船只能容纳俩人，万一找到江兰都没有多余的位置。利维多拒绝方言的提议，挂断了通讯，立刻开启了跃迁飞船。他还同步将此事汇报给了贺寒石。你说谁？江兰失踪了？我不是让你保护好她吗？对不起，少将，我没想到江兰小姐会在返程的飞船上出问题。我现在已经联系系军中了，穆家好像也带了人一起去寻找，还有时空军舰巡守兵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江兰小姐。利维多更愧疚自责了，是他辜负了少将的信任。贺寒石努力压下声音的怒意，让飞船人员调查能源室为什么会出故障，还有重点查看红焰星上是否存在其他的跃迁飞船，确定他们是否离开了红焰星，最后调查另一个失踪的雄性。好，我一定会找到江兰小姐的。拜托了。贺少将第一次带着恳求的语气，利维多怔了怔，好像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两人通讯结束，江兰失踪的事情，监狱众人很快也都知道了，一个个心急如焚，却困于监狱无法出去，只能联系身边人脉。穆唐风赶忙联系了父母，穆母终于确定江兰就是失踪雌性，而自己儿子对这个雌性显然不一般，妈，一定要找到她。自从上次贺寒石那番话后，穆唐风也有想过自己到底对江兰是什么心思。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雌性，但他知道江兰是不一样的，他担心她，众人也不甘落后。叶明直接联系了自己母亲，首都学校的院长江夏也告知了自己父母，作为帝都四大家族之一，江家已雇佣兵出名，这些人都可以派出去寻找江兰。盐祸水通知了老头子陆鼎峰，陆鼎峰一听，终于有理由带兵出去了。退休后的枯燥生活差点把他憋坏，院长以前都不允许他亲自出兵，但难得自己儿子找他，还是重要的雌性，他没再阻拦，于是队伍不知不觉扩大，各路人马与时空军舰纷纷汇合。而另一边，跃迁飞船缓慢朝着垃圾星球降落，在距离地面10几米时，黑衣男毫不留情地拽着江兰，将他往跃迁飞船外一推，很快离开了这里。江兰被解开束缚，根本来不及高兴，看着逐渐逼近的地面以及远处奔跑过来的虫族，就算不被吃，这么下去也得摔个粉身碎骨。还好他有了小毒，他立刻尝试调动自己的精神力，就在距离地面1米时，变成了一朵绿色蘑菇落了下来，堪比几层楼高的虫族，像一座座小山峰围在他的周围。它们长得奇形怪状，有些腿多不胜数，有些像变异蜘蛛，身上是密密麻麻的眼睛，还泛着黄黄的脓水。江兰从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东西，吓得连呼吸都不敢呼吸，僵硬的待在原地。好在蘑菇体型小，刚才滚在了垃圾里的一个缝隙中，位置还算隐蔽。这些大虫围着刚才他下降的地方巡视了10几圈后，或许是没闻见熟悉的肉香味，才意犹未尽的离开。江兰没敢动，第一时间给方言以及利维多发送了自己的定位。好在这个时代的芯片是植入在人体手腕血肉内，哪怕兽人们兽化也不会丢失。看到自己通讯里有不少消息，只是现在所处的位置还不够安全，他变形时间又有限制，发送完定位后便没时间回复什么。他偷偷看了一眼外面，确定没虫族了，才滚动着蘑菇谨慎地朝外探索。刚才他用智能工具推测了一下，1公里距离有一栋废弃建筑，那曾经是垃圾星管理人员暂时落脚处，也许有什么武器可以保护自己。可四周植被荒凉，几乎寸草不生，没了垃圾阻挡，光秃秃一片，很没安全感。他不由得加快了速度。方言收到江兰定位的第一时间就发送给利维多，当看到所在点位于垃圾星时，他差点急哭了。江兰精神力等级那么低，垃圾星现在又全都是虫族，他简直不敢想江兰会遭遇什么。尝试发消息，但仍旧没有收到回复。利维多这边看到这定位，顿时焦急的不行，他马上把定位发送给相关人员，一边加速着跃迁飞船，一边和贺寒石沟通最新进度。贺寒石闻言心重重一跳，一种似乎要失去什么的心慌感骤然填满了整个胸口。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。你带机甲了吗？垃圾星现在污染严重，又有很多虫族，单枪匹马很难救人。听到利维多带了，他放心了一点。那你现在就距离垃圾星还有多远？大概还要35分钟。太久了。江兰精神力很差，垃圾星又那么多虫族，晚1分钟，他的危险度就会加大1分钟。贺寒石挂了通讯，然后打给了另一个人。白风，你现在带领 A、B 两队先去垃圾星，务必将江兰小姐活着带出。驻守在边防星的白风是此时距离垃圾星最近的地方，飞行大约12分钟。
贺寒石将最新情况告诉了其他人，听到江兰在垃圾星内，众兽心都坠入谷底，陷入了各自的紧张担忧中。好在垃圾星那地方，盐祸水10年前去过一次，知道那里有一个地下基地可以躲藏。他没心思讲太多，心情很沉重，发送信息一条接一条。毕竟江兰一个连精神力都没有的废瓷，怕是连毒物都支撑不了几秒。另一边垃圾星内，江兰已经导航来到了那幢废弃建筑，时间过去了将近20分钟，可眼前的废弃大楼残破不堪，他寻找了一圈也没有武器的痕迹。好在几分钟后，他终于在3楼其中一个房间看到了一张坍塌的床，床头柜里有一个面罩，他眼前一亮，仗着蘑菇体型小，又钻到各种缝隙里寻找东西，只是并没有任何武器，他有些失望。眼见着蘑菇变形时间快到期，他只能先回到面罩那间房，刚一进去，他就变回了人类形态。一瞬间，空气中难闻的气味冲进鼻腔，他重重咳嗽了几下，眼前发晕，摸索着快速戴上面罩，短短几秒就忍不住浑身瘫软，缺氧般窒息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呼吸。小毒关心的从他意识海中钻出，主人，你还好吗？江兰说不出话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迅速从空间囊里拿出香水，洒了大半瓶，将自己人类的气息全部覆盖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但似乎有点晚了，沉重且巨大的响动从楼下传来。虫族对食物尤为敏感，他刚才下落到地面也才10几秒，就围聚了那么多虫族，不敢想象这会儿又吸引了多少。他挣扎着立刻爬了起来，快速朝着第3间卧室跑去，以生平最快的速度躲进了衣柜里。小毒紧随其后穿过柜子，听到地面震荡的声音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贴近自己的主人。江兰将他抱在怀里，然后微微放缓呼吸，聆听屋外的动静。大楼震动不断加强，虫族渐渐逼近，他紧贴着衣柜，都能清晰感觉到衣柜好像也跟着颤动。好在虫族体型太大，无法进入楼中，他们像巡视一般，眼睛从每个窗户口往里看去，时不时耸动着鼻子寻找刚才的味道来源。江兰不知不觉屏住了呼吸，小毒也很紧张。主人，待会儿他们要是来了，我可以过去引开他们，反正他们吃不到我。好，江兰轻点了点头，突然头顶有什么东西砸了下来，疼得她眼冒金星。她迅速捂住差点喊出声的嘴，透过衣柜缝隙不断观察外面的情况。好在她的香水有用，虫族没闻出她本身人类的味道，很快又都跑了出去。她没敢动，过了许久听到外面彻底安静，才悄悄松了一口气，难得有片刻喘息。她打开了芯片，先跟每个关心自己的人报了平安，看着上面的信息，没想到自己失踪，连监狱里5人都知道了，他们还叫了很多人帮自己。盐祸水的消息界面还说了很多，让她先找防毒面具和隐藏身上气味，还说地图导航科研院可以找到垃圾星地下基地，那里以前是个科研所，比较坚固，虫族进不去。江兰搜索了一下，定位居然和这栋废弃大楼重合，看来他还是幸运的。他决定先找到地下基地，关掉了芯片，摸了摸自己泛着痛意的脑袋，看向落在自己身边的东西，居然是一把机械枪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他抬头看去，原来藏在衣柜的暗格里，怪不得之前没找到。他摸索了一会儿，简单熟悉了操作方法后，确保待会儿遇到虫族会使用，才往楼下走去。他现在在这栋楼的3楼，每踏一步伴随着弥漫的灰尘，让人胆颤心惊。好在有惊无险走到了1楼。盐祸水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所科研院的入口就在进门大厅的书柜后面，其中有一本书是关联入口的启动装置，不过10年太久了，他忘了当初是无意间开启了哪一本书，只记得大概在中间区域。大厅太过空旷，一眼能看到外面。江兰愈发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恨不得又躲回刚才的衣柜中。他收起乱七八糟的思绪，让小毒帮自己警戒外面情况，然后打开了书柜。他粗略看了一眼，这里大概放了几百本书籍，一眼看去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这怎么找？忙碌了几分钟才清空一小个空格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而且动静太大了。他记得地底下也有虫族，这声音说不定会把他引出来。蹙眉思索了一会儿，突然，小毒，你是不是可以穿墙？他想起刚才躲在衣柜时，小毒就是这么进来的。小毒点了点头，是的，主人怎么啦？接下来有个重任交给你，你直接穿过去，从里面给我开门。小毒一听好像也是个办法，然后立马穿墙过去了。他四处找了找，果然看到了类似于开门的按钮，跳过去点了点。很快，大厅的衣柜开始挪动，一个入口慢慢显现出来。江兰快速跑了过去。小毒，你太棒了！与此同时，白风也带领 A、B 2队抵达了垃圾星，大批跃迁飞船缓缓登陆。听到动静的虫族也倾巢而出，一场垃圾星虫族与兽人较量正式开启。身处在昏暗的地下，江兰捏了捏蹲在自己肩膀上的小毒，试图寻找几分安心。他小心地走向外面的一条空旷长廊，不过他没忘记先给盐祸水回消息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来地下基地了。盐祸水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，他立刻回复：这个地下基地是后2年创建的，安全性很好，不过你要注意，这里曾经主要研究虫族，里面有一些实验室关了一些。江兰看到后不乏顿了顿，那他们会不会跑出来？不会，但江兰明显已经被吓到了，转身又回到了电梯口附近。谁知道虫族会不会发生变异，还是保住小命要紧。他守在电梯口，看着芯片，这会儿总算有时间发消息。贺寒石告诉他，外面已经有救援队来了，耐心等几分钟就好。江岩、利维多还有江夏他们也全都这样说，甚至连认识不久的陆爷爷也给他发了关切信息。经过1天的奔波躲逃，江兰早已变成了一个丑小鸭，身上除了浓郁的香水味，还弥漫着垃圾臭味。望着屏幕里一条又一条信息，似乎颠沛流离许久，终于
于寻到了温暖的归宿，不用再流浪。他眼眶悄悄红了。小毒感受着主人的情绪，轻轻凑过去贴在他面罩上。主人不哭。江兰看着他在眼前扭来扭去，又忍不住破涕为笑。小毒，你再擦我面罩就要黑了。因为精神体和宿主共感，小蘑菇也变成了灰扑扑的一朵。小毒羞涩地笑了2声，然后蹲回了他的肩膀。江兰收拾好心情，认认真真地回复每一个人的关心。紧接着他刚收回小毒，就听到了电梯下降的声音，但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人的情况下，他还是小心地往走廊方向退了退。真有情况，还有路可以跑。电梯门再次叮的一声打开，双方都很防备，默默举起了枪，又在互相看到后放了下来。B 队队长开口问：“是江兰小姐吗？”江兰点了点头。B 队队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他手中的枪还有面罩都是10几年前的淘汰款了，显然是这雌性在垃圾星寻找到的。他眼中不禁流露出佩服和惊讶，他关切问道：“没受伤吧？”江兰摇了摇头，还好。B 队队长看他狼狈的样子，他们自觉将江兰围在中间，出了地下基地，在边防星休整了一晚。江兰便在贺寒石的安排下，跟着利维多上了跃迁飞船。跃迁飞船速度很快，差不多3个小时，2人就已经到达了黑冥星。此刻已经是夜里11点多，既然来了一趟，利维多便打算去看一下少将。尽管只间隔了短短5天，江兰却如隔5秋。这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，也是在这个世界的家。他带着利维多一起去监狱，这么晚了，监狱里几人也没休息。各位大人们，我回来啦！